如果你此时此刻正被困在中东的战火边缘，抬头看天，四周全是禁飞区，手机里各大航司都在发取消通知，你觉得这辈子可能都要交代在那儿了。但就在这时，你的手机震动了，不是推特上的废话，而是外交部发来的一条待定位的指令：3小时后到这个坐标集合包机接你回新加坡。当其他国家还在议会里吵架这笔撤侨费谁出，当别人的大使馆还在呼吁公民保持冷静的时候，新加坡航空的那架波音787已经顶着全球最高的保险费和最复杂的航权审批，稳稳地降落在了距离你最近的跑道上。今天阿明不聊战争，我想带你撕开这架飞机的外壳，看清这张价值600新币的救命机票背后，到底藏着一套怎样让全世界站立的比手术刀还要精密的新加坡机器。看完这一集，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在乱世里，这本红色护照才是你最硬的底牌。很多人看新闻只看到结果，新加坡又撤侨了，政府真给力。但在阿明看来，撤侨不是政府给力4个字能概括的，它是一场极度硬核的关于信息和决策的降维打击。2026年3月初，局势急转直下的时候，很多人还没反应过来。这时候，第一个体现新加坡快的系统启动了 e-register。你平时出国旅游，政府总是念经一样让你去官网上登个记。很多人觉得烦，觉得那是老大哥想管我，但在阿明看来，这就是新加坡的战时眼线。当炮火声在远处响起的第一秒，新加坡外交部 MAFA 的后台就已经通过这些数据，精准锁定了每一个在受影响区域的新加坡人。他们不需要在大街上贴寻人启事，他们手里有一张实时更新的生命地图。这就是我说的第一个快，预判快。在别人还在统计我们到底有多少人在那儿的时候，新加坡已经把撤离指令精准推送到你手机上了。在战区信息差就是生死线，当你的邻居还在给他们的大使馆打那个永远占线的电话时，你已经拎起行李往集合点走了。这种先发制人的数字化国防才是新加坡速度的第一道防火墙。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有些大国撤侨要折腾半个月，而新加坡只需要几天？是因为我们飞机多吗？当然不是，是因为我们的决策链条短得可怕。阿明带你看背后的结构，在很多所谓的民主国家撤侨是一场政治秀，派飞机要走预算审批救人，要走议会辩论，甚至还要讨论撤回来的路费由谁承担。这一套流程走完，黄花菜都凉了。但新加坡这套系统叫跨部门危机小组，这个小组平时在政府架构里几乎是半隐身的，可一旦触发预警，它拥有最高级别的调度权。这个小组里坐着谁？外交部、国防部、交通部，甚至还有淡马锡的高层。他们开会不是在讨论要不要救，而是在对表。外交部搞定当地航权，国防部研判安全通道。而阿明又重点说的淡马锡，他直接给新航下达战略指令。很多人平时总抱怨新加坡政府为什么要在那么多大企业里持股，为什么新航、新科工程这些巨头背后都有淡马锡的身影。阿明告诉你，这就是大股东逻辑的硬核优势。在太平盛世，新航是全球最佳航司，他去赚全世界的钱。但在危机时刻，他不是在做生意，他是国家的战略后勤部。政府不需要走复杂的征用程序，不需要去求航空公司帮个忙，因为在股权结构上，我们就是一家人。这种平战结合的结构性优势，让新加坡在危机面前不需要漫长的沟通成本，一通电话飞机就能起飞。这就是第二种快，决策快。好，现在飞机已经在路上了，但最难的一环是在前线。战乱区域的机场是什么样？是一片混乱，是无数难民在推搡，是当地地勤系统几乎瘫痪。在这样的环境下，新加坡是怎么做到乱而不崩的？这就是阿明要说的第三个最冷酷但也最精准的效率闭环。如果你去过新加坡撤离点的现场，你会发现那简直像是一个微型的樟宜机场。外交部的领事官员带的不只是饮用水，还有一套移动式的生物识别终端。为什么新加坡撤离不需要像别人那样拿着纸质名单一个个对一个个查护照？因为我们的数字化系统是全球同步的，只要你人到了，刷一下护照，你的所有医疗记录、过敏史、紧急联系人，甚至你家里还有几个娃在新加坡等着，全部秒级同步。这种效率在平时你可能觉得理所应当，
但在战火纷飞、断网断电的边缘，这种数字化降维打击就是救命的。更绝的是，新加坡利用它作为全球物流枢纽的人脉。阿明查过，很多时候新加坡包机能插队降落，是因为我们在当地有长期的地勤合作协议，甚至在一些检疫机场负责给飞机加油、搬行李的，都是新加坡长期战略合作伙伴。所以你看到的是新加坡人有序登机，背后其实是新加坡把那套全球第一的物流管理逻辑直接平移到了战场。这种外科手术式的动作快，是几十年的 SOP 演习出来的肌肉记忆。在这次撤侨的新闻下面，阿明看到有人在喷，说政府那么有钱，就自家国民居然还要收机票钱，太抠门了吧。阿明听到这种话真的想笑，这就是典型的没看懂新加坡的底层逻辑。新加坡为什么一定要收这几百块钱？哪怕这几百块钱连飞机的油费都不够，这背后是新加坡最清醒、最硬核的契约精神。Security is a shared responsibility， 意思是安全是共同的责任。你要明白，新加坡是一个极度理性的国家。如果政府宣布撤侨完全免费，会发生什么？会有很多人不顾风险提示，为了省钱或者冒险，在局势紧张时依然不肯撤离，因为他们觉得反正最后政府会买单。新加坡收这笔钱是在向所有国民传递一个信号：国家负责你的安全，但你个人要为你的决策负责。这种逻辑听起来有点冷酷，但它保证了这套系统的可持续性。阿明要带你算大账，正是因为我们不搞民粹，不到那种救命也要被道德绑架的冤大头，所以新加坡的财政永远是盈余的。我们永远有足够的预算去维护全球最尖端的预警系统，去维持新航的备战状态。这种不当冤大头的清醒，反而保证了我们下一次、下一次出事的时候，依然有钱、有资源、有能力把每个国民接回来。这才是真正的长远主义。讲到这里，我想和大家聊聊那本红色护照。很多人觉得新加坡护照好，是因为它免签100多个国家，去哪儿都方便。但在阿明眼里，免签只是它最微不足道的功能，它真正的价值是在这个动荡的2026年，当世界规则崩坏，当秩序变成奢侈品的时候，它能为你提供的确定性。你发现没有，新加坡的强大，从来不是因为我们有航空母舰，也不是因为我们领土大。我们的强大在于我们把整个国家打造成了一台精密运作的机器。从你出国的登记到淡马锡的持股，从外交部的战时 SOP 到新航的股权结构，这每一个点单看可能都没什么，甚至有人觉得政府管得太宽，插手太多。但当危机来临，这些点瞬间连成线，织成了一张巨大的全自动的救生网。当你坐在包机上，喝着那杯熟悉的咖啡，看着窗外的火光越来越远，看着空姐亲切的笑容，那一刻你感受到的自豪感其实是对系统的认同。那是你意识到，我身后的国家，它不只是一个名字，它是一个由无数聪明的大脑、海量的财政储备和极致的执行力组成的生命保障系统。它不画大饼，它不喊口号，它只是在所有人还在混乱中挣扎的时候，默默地为你打开了一道通往安全的舱门。好了，今天的内容就聊到这儿。听完这架撤侨包机背后的逻辑，你还会觉得新加坡收那600块机票钱是抠门吗？你还会觉得平时出国登记是政府在骚扰你吗？如果你是那个被救回来的人，或者是正在考虑要不要留在新加坡的人，欢迎在评论区聊聊你的看法。我是阿明，一个替你踩坑，也替你看清新加坡的朋友。记得点赞、订阅并转发，我们下期见。